搭乘 Specia X 和 Revity 列车，抵达鬼怒川温泉站。车站一出来，就是 SL 蒸汽火车大树号的转车台和鬼怒太雕像。看到我下榻的旅馆了，鬼怒川金谷饭店。我得先去饭店放行李，走到饭店大概3分钟路程。到了。こんにちは。饭店旁边就是鬼怒川泛舟的沉船场，我先来场看一下。饭店走出来，右边就是鬼怒川泛舟的沉船场。我本来是预约等一下12点50分的船班，可是他们有发email来说天气不好，所以取消了，所以我应该是要改到明天试试看。先到车站对面吃午餐，店家不多，随意挑了一间餐厅。这间金谷果子本铺是金谷饭店经营的，看起来很吸引人。站前广场有个鬼怒太煮汤，不过人很多，我就不靠近拍了。天气差，被迫临时改变行程，我有点提不起劲。先到车站旁的人气名店看看吧。车站右边的这家年轮蛋糕店是这里的人气名店哦。这里商家不多，来这里旅游最好挑一间设施多的饭店。这家店展示了完整的年轮蛋糕制作过程。这一间店面卖年轮蛋糕伴手礼，隔壁则是另外开一间卖咖啡及年轮蛋糕冰淇淋。这是草莓牛奶口味的年轮蛋糕冰淇淋。很绵密，蛮好吃的。沿着车站前的大马路往左边走，我来到了水岩吊桥。看到这个 plaza 就表示到了，吊桥就在马路对面，直直走。吊桥到了，从车站走过来大概10分钟。哇哦，哇哇哇哦！这座吊桥晃到我惧高症发作。哇哦！10月下旬还没什么风红。走到吊桥的这一端，有个神鬼雕像，然后顺着楼梯往上走。先去展望台吧。
又是一个雕像，诞生鬼。其实它跟车站前的鬼怒太和吊桥端的神鬼都是出自同一个艺术家藤原玉三。神社旁边的楼梯往上走就是展望台。爬到楼梯的最顶端有个结缘钟，回到刚刚的起点。我沿着路往下走，经过这个涵洞，到了，看起来颇为空虚的瀑布。然后这个莫广池让我有点怀疑人生，请自动省略这段行程吧。回到旅馆了，下雨天，我只好尽情享受旅馆的一切。我的房间在最边间。OK， 饭店人员先为我导览介绍整个房间。哇，素晴らしい，素晴らしい。Terrace. A little bit cold, I'm sorry. It's okay. It's okay. And right now we set up to 43 degrees. Okay. Please bring this tea until tomorrow, the Okay. checkout time. And for the other information about our facilities, you can check it with this book. Okay. 这个房型是豪华日式客房附专用露天浴池，1泊20。空间非常的宽敞。冰箱里的饮料免费取用。
波吉茶的味道，焙茶的味道。玉露的味道。饭店创办人 John Kanaya 金谷显治在1871年开设过西式餐厅，也是融合日本料理与西洋料理的先河。这本书阐述了金谷显治的餐饮及旅馆创业理念及过程。一片灰蒙蒙，看不到什么景色。我知道这样子太负面情绪了，转换一下，这山岚好美啊，是不是正能量多了？我喜欢这个阳台，宽敞又舒服。这个门档简单又具巧思，盥洗室非常大，瑞法的吹风机 Riva 真的好用。后来我回到东京，就去 Big Camera 买了一支。这张桌子反倒成了我的办公桌。全部都是环保的保养品。备品一应俱全。毛巾烘干架。这是住宿的精华，我得好好享受它。泡完汤，换上浴衣，准备下楼吃晚餐喽。
梯厅也装饰得如此优雅。距离用餐时间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先好好参观饭店内的细节。这里是大厅、纪念品店。John Kanaya 也自有巧克力品牌，因此1楼设置了巧克力吧。交易厅提供免费饮料。1楼角落有间雪茄沙龙 （Cigar Salon）。沙龙外的玻璃窗展示着各种精美烟灰缸瓷器。John Kanaya 金谷显志本身是雪茄爱好者，因此设置了这个可以享受雪茄的房间。我不懂雪茄，但感受得到这是一个优雅又具品味的空间。沙龙里还有一个小包厢。用餐时间到了。我点了一杯秋季限定鸡尾酒，这是一杯以柑橘汁为基底的调酒。第一道，金骨蛋佐松茸清汤。湯葉。金骨蛋是他们的招牌菜，里面是用日光豆皮做成蒸蛋般的口感。第二道，上等红鳟，美到我舍不得破坏它。第三道，荞麦饺子香菇清汤。第四道，当季生鱼片。
肉质鲜甜。第5道，鹅肝酱煎鱼浓汤。淋上煎鱼做成的浓汤，上面的花朵是由白萝卜做成，底下铺垫鹅肝酱及栗子碎片。第6道，炙烤小物。好吃。这个盘子很好看。第7道是主菜，猪肉炖饭。这道本来是牛肉，我不吃牛，他们帮我换成猪肉。这猪肉是炙烧的口感，外酥内嫩，肉质香甜，天杀好吃，直接给满分。最后一道，香菇炊饭。吃完晚餐，转移阵地。移驾到交谊厅，各自找好座位后，这时工作人员会推着巧克力餐车，让你挑选。哦，这是鬼怒川金谷饭店特有的环节及传统。哦 ，OK。John Kanaya 的高贵巧克力，就在这时候可以让你尽情享用。哦。And today biscuit is flavored with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Wonderful, thank you. Okay. 原来吃巧克力可以这么有情调。窗外雨下不停，反倒让我的巧克力时光更显浪漫。铺好床了。
的宵夜。哇哦，一个豆皮寿司。哦，然后他还有送香氛来。那时候 check in 完，他们有问我3种香味里面选1种香味，然后他们就连同铺床的时候一起送过来。休息一会儿后，当然是泡汤时间咯。这次我想享受1楼的大众汤。A few moments later. 大众汤水质优，设施完善，备品俱全，给满分。休息区提供 Kirin 的助眠乳酸菌饮料。睡眠，这款饮料好像在网络上颇有讨论度。泡完汤是我的办公时间，顺便享用一下宵夜。刷完牙，换上睡衣，晚安喽。一大早起床就直接泡到温泉里，这是最完美的苏醒方式。整个关东地区连续下了3天的雨，今天终于放晴了。好美的鬼怒川啊！只是对面的电塔好像有点多。明亮的1楼交谊厅，看了都充满朝气。早餐有日式及洋式，我选了洋式。纳薛高原的小番茄只提供2颗。肯定珍贵好吃吧。这套早餐看起来有一种清新的美感。这顿吃完还蛮有饱足感的。我想趁着退房前，在阳台上好好享受这美好景致。